嗨，大家好，我是少校。这一节我们讲解 SketchUp 硬件配置。我们开门见山，SketchUp 是一款单线程软件，而且轻量化。除了对显卡有一定要求外，对其他的硬件没有太多的要求，非常普通的笔记本电脑都可以运行它。通常我们只要满足以下要求，即可以安装运行 SketchUp：一、满足1 G 赫 CPU 处理器；二、显卡满足512兆内存或更高内存的 3D 级显卡，并支持硬件加速，请确保显卡驱动程序支持 OpenGL 3.1 或更高版本的驱动程序。三、RAM 内存满足4 GB。四、硬盘满足1 GB 的硬盘空间。那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1 G 赫。那么这个是指 CPU 的主频，主频越高，一般电脑 CPU 的性能越好。但随着电脑硬件的发展，您会发现一般的电脑都是高于这样的一个配置。比如我现在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就明显高于这个配置。那我们如何查看自己电脑的配置呢？我们可以回到桌面，回到桌面以后呢，我们可以鼠标光标放到此电脑计算机上面，右键单击，单击管理。好，我们单击，那可以看到它就会弹出计算机管理面板。那我们在设备管理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电脑相关的设备。那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电脑上呢没有此电脑计算机，我们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到电脑的桌面上，右键单击，弹出的上下文菜单有一个个性化，单击将个性化最大化显示，然后在个性化这里可以找到主题，单击，在主题我们可以在下边找到桌面图标设置，单击，然后弹出的桌面图标设置面板这里勾选计算机，单击应用或者确定，然后我们再回到桌面上，就可以看到桌面呢会出现此电脑计算机，然后我们这时在右键单击此电脑，弹出的上下文菜单单击管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弹出了计算机管理面板，单击下边设备管理器。那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电脑它的一个设备，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处理器，可以单击。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电脑的 CPU 处理器，可以看到处理器的型号是 i9 的11980HK。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往下，它总共有16个 CPU。那一个 CPU 呢，代表是一个线程。那如果我们有16个 CPU 的话呢，代表是16线程。一般来说，线程越多 ，CPU 的性能会越强。那我们同时在 i9 11980后边可以看到带了一个字母的后缀 HK。那么这个 HK 它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就是要和大家去说一下 CPU 的后缀名。我们在电脑 CPU 配置时，经常会看到处理器后边带有 HQ 或者 HK 之类的型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H 代表是 BGA 封装，不能更换升级或拆卸，而且移动平台的标压处理器。这种处理器一般性能较强，比如 i7 10875H。那如果后缀加 U 代表移动平台低电压处理器，性能较弱，如 i5 10210U。那如果是后缀加 K 的话，这种处理器性能超强，一般比较高端，也比较贵。那关于 CPU 后缀名的意思，这里总结了一个表格，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大家可以参看一下。另外一个要提的就是后缀名的组合。理论上讲，后缀名可以两自由组合，一般就是简单的叠加，比如 KF 就是可以超频加无核显，比如 HK 就是可超频的标压处理器。所以您看到的这里的 HK， 那现在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那像这种
带 K 后缀名的处理器，比如 i9 的 12900K， 在超频的时候性能肯定是要比一般不能超频的 CPU 性能更强的。如果您发现您电脑的 CPU 后缀名带了 X， 那么要恭喜您 ，X 是代表旗舰级，此类型的 CPU 完全不锁频，在散热和供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制超频，而即便是默认频率下，也比同时代的其他产品强大得多，价格也非常的昂贵。那这样聊下去的话呢，就无边无际了。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找一下资料，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好，我们将鼠标光标向下，找到显示适配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显卡，我们单击。那在这里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英特尔 UHD 和一个 RTX 3080，那么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显卡呢会有2个显卡，这就是双显卡。现在很多的电脑呢都带有双显卡，只是我们要注意，这个 UHD 这个英特尔一般来说是集成显卡，集成显卡一般性能比较差，而且是焊在主板上不能拆卸。那下边这个 RTX 3080这个是独立显卡，独立显卡一般性能比较强。那如果您发现您的电脑配置比较好，但是使用软件的性能却比较差，那这时候要检查一下您是否一直在使用电脑的集成显卡，强烈建议切换到独立显卡去使用。那我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如何切换独立显卡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和教程。那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显卡除了型号以外，还有内存，这个就是显存。我们在选择显卡的时候，除了看型号，一定要注意看显存。比如这个 RTX 3080的显存是16G， 那如果您买一个显卡型号比较新，但显存比较低，比如2G， 那肯定是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因为像 Tmoshen、Lumin、D5、Mars 这样的软件，如果您用8G 的显存与2G 的显存，完全是2个概念。那第3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内存了。现在内存呢，基本是一个比较够用的，其他的硬件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8GB、16GB 的内存基本都是 OK 的。但如果您工作创建的场景比较大，还是有必要加大内存的，比如追加到32GB、64GB。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型号，它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呢？那这个我们如何去了解？我们其实只要在网上搜索天梯图，比如我们可以搜索 CPU 天梯图，或者搜索显卡天梯图，通过天梯图就可以找到我们对应型号，那么它所在的位置，那您大概可以知道它的一个性能。那么以我现在录课这台笔记本电脑来说，我的 CPU 是 i9 的 11980HK， 那在2022年2月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或者直接在搜索引擎搜索 CPU 天梯图，然后我们也可以打开 CPU 的一个专业测评的网站。打开这个测评网站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快速查看自己电脑的 CPU。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将所有的 CPU 型号呢全部列指出来了，非常多的型号。好，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慢慢去找到自己所在的 CPU 的型号，然后对应它的一些分数。那么这个是属于最强的。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找到最新的桌面级的 CPU。那么单击这个桌面级的 CPU 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弹出来了。像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i9 的 12900KF， 像这种 CPU 都是非常强大的。那除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最新的桌面级 CPU，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新的笔记本级别的这个 CPU， 因为笔记本和台式机它的这个 CPU 它是不一样的，相同的型号它的性能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笔记本性能比较强大的也是 i9 的 12900HK。那像我这台电脑，它的型号是 i9 的 11980HK， 它的级别呢大概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择 i9 的 12900HK 和选择 i9 的 11980HK， 它的性能几乎是差不多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呢，您可以知道您自己电脑型号的 CPU 它的排名在什么位置，那么您就可以大概判断出这样的一个性能。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CPU。那如果我们想了解自己的显卡，我们也可以在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显卡天梯图，可以找到对应的图片，或者直接去打开显卡的专业测评网址。那我们如果打开这个网站，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找到当前性能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显卡。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应该性能最高的是 RTX 3080 Ti。那像我刚刚显示的型号呢是 RTX 3080，所以您可以看到自己电脑显卡它的一个性能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当然，像这种测评网站的话呢，网上还有很多，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网上去找到对应的平台或者资料进行一个对比查看。这里要说一下的就是 SketchUp 截止到2022版本还是单线程的软件。那么不管您有多少个 CPU，SketchUp 它只用一个，像我的电脑有16个 CPU， 它只用一个，剩下的15个全浪费。所以说 SketchUp 对 CPU 的要求并不高。SketchUp 的性能主要体现在显卡上面，所以配置一个好的显卡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真的要配置新的电脑的话呢，建议还是要将 CPU 配置好一些，因为我们使用电脑学习软件不太可能只安装 SketchUp 一款软件。比如您安装了渲染器以后，那么它会对 CPU 和显卡都会有对应的要求。那说到配置新电脑，我个人认为 CPU 和显卡购买中等偏上的型号和配置即可，没有必要购买最新的型号，没有必要购买顶配。原因有三：第一个是最新型号的顶配价格过高；第二是最新型号的顶配可能驱动不太支持，且不兼容您当前使用的软件；三是现在硬件更新速度太快，哪怕你现在配置的是最新型号，过1年以后又是老型号了。当然，如果您的工作需求需要顶配，或者您家里有矿的话，那这两种情况是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那么通常我们使用电脑的硬件外，除了电脑本身，还会使用到一些配件，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外设，比如鼠标、键盘、手绘板等。我们利用鼠标可以在 SketchUp 上面实现非常多的操作，像现在 SketchUp 2022版本优化了手绘线功能以后，用手绘板进行建模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一个好的外设呢，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对于长时间工作的工作人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 SketchUp 初学者来说，个人认为没有太多的必要，基础呢才是高效的保障，外设只是辅助。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问少校用什么样的键盘、鼠标和显示屏。那因为我个人使用笔记本电脑居多，所以我在使用外设上面主要是选择了一个鼠标。那么我的鼠标呢主要用了2款，第一款呢是 3D 鼠标，第二款的话是罗技的一个鼠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2个网址，第一个网址呢就是 3D 鼠标，第二个网址呢就是罗技鼠标。我们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官网呢进行一个了解。那么 3D 鼠标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款德国生产的 3D 鼠标，支持的软件呢有近280款，比如像常见的一些软件 3ds Max、Adobe 的 PDF 阅读器、CAD、SketchUp 音频播放器Revit、犀牛、Photoshop、玛雅、K-Shore、谷歌地球等等。有一些软件你可能没有想到，它可能也会支持。
Space Mouse Pro and Space Pilot Pro include conveniently positioned Control, Shift, Alt and Escape keys, making common tasks such as multiple selection quick and easy. You'll find 4 intelligent function keys on Space Mouse Pro and 10 on Space Pilot Pro. It's easy to map your most frequently used application commands to the 3D mouse function keys, reducing the need to move your hand to access keyboard shortcuts and freeing your regular mouse from clicking on menu items. If you ever need a reminder of the commands assigned to the intelligent function keys, simply press and hold one of the Space Mouse Pro's 4 keys to open a convenient on-screen display. Space Pilot Pro has a built-in LCD showing button assignment for all 10 function keys. The Quick View keys make it easy to instantly snap your model to a particular view. Space Mouse Pro provides access to 12 views and Space Pilot Pro to 32. Navigation settings. You also use your regular mouse a lot less, reducing the risk of repetitive strain injury. In other words, it's a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rewarding 3D experience. 好，那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少校，这里是中国成都，祝大家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